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给大家来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3章的第2部分。那这一部分呢，是1984年3月18号的。这一天是星期天下午4点19分。我们来看他们的内容。首先，赛斯说：“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们说：“赛斯午安。”然后他们说：“我们暂且继续口授。但我的确永远记着你们个人关心的事，就是他们的健康问题啊。但是呢，赛斯说我们先开始我们的口授内容，就是书的内容啊。他说你通常将你的意识心想做是你自我 ego 啊，就想做是你的 ego， 你把这个意识心啊当做是你的 ego 啊，就是小我的意思啊，或者叫自我，一般都把它这个 ego 分成自我，自我小我。在物质生命，它是朝向行动的，就是在这个物质生命里头，我们的肉身里面啊，它是朝向行动的。许多思想学派都仿佛有个奇怪的想法，认为自我就是这个 ego 较自己这个 self 之其他的部分是低级的，或者它是自私的啊，而想象它一定比内我这个 inner self 或者灵魂的品质要低一些。确实是啊，这是在很多流派里头啊，还不是少部分，也可以说是大部分流派里头，都认为这个自我、这个 ego、这个小我是低级的啊，是幼稚的，是自私的，是冲动的啊，是不足取的，而且是应该这个排除掉的，或者是叫摒弃掉的一个部分啊，它是非常不认可自我不是这个小我的啊，这个自我的啊。很多学派啊，甚至高喊出要杀死小我啊，杀掉小我，干掉小我啊，干掉自我，干掉 ego 啊，这是他们的一个本质上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错误啊。我们在这里头再次强调，如果你还持这种观点啊，你的认知上就是有很大的偏差啊，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健康和身体上的问题啊。那这里头呢，我们也看到了啊，下面他会专门解释啊。说到这一点，我们再次强调啊，凡是这些贬低小我，或者是排斥小我啊，或者是否认小我的正当性的这种学派和流派啊，你就不要再学了啊。如果你看到他上来就是这样啊，就不要再学了啊。为什么？下面他会讲啊，他说真的是不可能分开我们自己的各个部分的啊。我们的所谓的小我，也就是自我啊，和真正的自己或者更大的那个自己，或者是灵魂，它们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啊！记住，是不能分开的啊！我们虽然讨论的时候会分，但是实际上它是不能分割，它都是你的一部分。而我们做这种区分啊，只是想解释人格啊，这个 personality 之许多的面向facet 这个东西啊，这是一个努力而已，就是我们想解释人格的不同面向的一种努力啊。你要明白，我们分的目的是这个而不是说它本质上是有分别的，是分开的，是这一部分那一部分啊，凑在一起是一个部分啊，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的，那么一般了解的是你的确有一个自我是导向外在活动的，而以那种说法，你也有一个内我它也是有意识的，并且是所有自动的内在活动的这个指挥赛斯说，如果我们按照前面说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对于你的个人人格做一个解释的话，我们可以姑且这么说，你有一个指挥外在行动和行为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一个叫自我的东西。你也有另外一个部分指挥你内在的这些自动运行的那些活动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叫什么内我我们暂且这么称提对，这只是我们暂且把它们分开大多数人不了解
他们的确有通路可以到达内在的觉知啊，大部分人不了解，他是可以进入内在觉知的。这个内在自我或者内在的自己，不该被认为比你的这个凡心啊 ，ordinary mind， 这个就是凡心的意思啊，更优越啊。他的意思是说，你永远不要认为你的内我或者你的灵魂比你的普通人的这种心，就是凡心啊，凡人之心啊更优越。这是很多人犯的一个错误啊，就认为我的灵魂更高级啊，更智慧啊，他的认知啊更充满了智慧，或者是说啊他的境界更高，都不是啊。如果你还在这么想啊，那就请你改变一下啊，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其实它不该被认为是某个与你的凡心分开的东西。他说你不要认为你的内在的自己或者一个更高的自己是跟你的凡心是分开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分开的啊。你的这个凡心也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就是你的凡心啊。你的自我与你的平常意识啊，就是你的自我和你平常的意识，将你所有的物质经验带入了焦点，而使物质经验之出色的精确性成为可能。他说你平常的意识，就是我们平常的这个显意识，或者是我们平常的大脑的这个意识，把你所有的物质经验呢都带入了你的关注的意识焦点当中，然后使你的物质经验呢非常的精确啊，就对我们的三维世界非常精确的感知，把它成为一种可能性啊。他说这就是你的平常的经验啊，不是你平常意识的主要的作用啊。而物质生命真的只是代表了一种存在状态，物质生命只是代表了一种存在状态。那么你有其他形式的存在状态啊，你不只是有这一种形式啊。意识心是你更大意识之光辉的一部分，但它是由组成所有意识同样普通能量与活力所组成的啊。他说你除了你的外在的这个意识以外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自我以外，你还有一个意识心，那个意识心确实是你啊伟大或者更大意识光辉的一个部分，但它也是由组成小草、钉子、水泥跟它们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能量，或者是普通能量，或者是一样的意识活力所组成的。它并不比任何东西高级。换句话说，它们跟宇宙万物是同质同源的。同质就是相同性质，同源是同一个源头。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你就不会认为你的所谓的自我更低，你的内我更高啊，你会认为他们是同源一致啊，同源同质的啊。这里头他也特意强调这一点啊，它也是由普通的能量和我们所有的万物都有的这个活力、生命活力组成的啊。他说不过啊，由于内在的自我和内在的自己沟通的方法，它是有方法的啊，而我们很快将会讨论其中的一些方法，而再一次的记住这些自我或内在的自己用一个远比推理来得快速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每次总去推理一遍啊，说我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我有一个外在的自己啊，等等等等。然后他们内在外在啊看似分开，各司其政，其实又是一体的，并没有谁比谁高级等等这些。说这些东西啊，不要每次都推理它，你就记住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和外在的自己，就很简单了。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你要相信这件事情，而不是每次都要说服一遍自己啊，不要推理出来说啊我这样。所以当做这种沟通的时候，他们常常包含了灵感、直觉、冲动，并且是与感觉打交道，远胜于平常的逻辑思考
打交道。就这个我们要明白的意思是，怎么才能跟你的内在打交道呢？跟你的内我打交道呢，就包含了我们对灵感、直觉和冲动的捕捉和理解啊，而且要去跟感觉打交道，不要跟你的头脑的逻辑思维打交道。你就是在跟你的内我在联系啊，所以说远胜于跟逻辑思维打交道啊，尽量不要跟逻辑思维打交道。现在他给出你了跟内我链接的这个方法了啊，我不知道你听懂没有啊？然后呢，口授就结束了。他说：“约瑟，你的梦，如你假设的，代表了一种心智状态和混乱状态。举例来说，它并非预知性的，但它的确告知你，用影像及感觉，有时被你的有意识思想以不同的方式画出来的画面。举例而言，鲁伯也可能有同一类的梦，他的眼睛没在变坏。关于你们的基金，本周稍晚我会有更多的话可说。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而再次的，我启动那些加速疗愈过程的坐标。”这一段评价了罗的一个梦啊。他说：“好吧，谢谢你。4点43分，真抽了一支烟。我准备午睡前帮他翻身到侧面后，读此节的内容给他听。今天早上，珍的主治大夫杰夫·卡德曾来看过珍，在检查他的褥疮等等的时候，似乎颇为满意。他也同意珍可以在晚上睡前不再吃安眠药，只继续吃阿司匹林，一个明确的进步了，这就是少吃安眠药了。不过，由于珍的右腿的骨折，他没给予珍将可以做起来的任何的希望。你看这里面的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医生的判断里头，珍一辈子都不会做起来了啊，因为他的右腿的骨折加上他身体的状况，而这个使他非常的沮丧，让珍非常的沮丧。他说他已经决定继续写书了，而尽他所能的做好啊。珍说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继续写书了啊，能不能做起来已经不重要了，但其实是很沮丧的啊。我也多少觉得失望，而同意说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可做的了。也做不了什么了，医生都这么说了。既然似乎没有任何别的方法有用啊，那就只能这样听天由命了啊。今天你没有戴眼镜，而真的确读得好一点点，但结果我仍是需要自己来给他读上一节。赛斯评论基金的事儿，也许是因为我拿到了玛丽·纽曼的信去读给珍听。这位最体贴和慷慨的女士提供了相当丰盛的金钱的援助，如果我们需要的话她会提供。至今我已经试着打了2次电话给她，真建议我送她一本超龄7号的书，虽然我无法很快找到她的话，我将再次写如果我无法很快找到她的话，我会再次写信给她。透过彼此都认识的朋友，珍和我前几年见到了玛丽。在去纽约的一次业务旅行的时候，我曾在他的公寓里住了几天。赛斯谈到我的梦发生在昨天早上，而他是如此的栩栩如生，以至于我醒来以后还眼睁睁地躺了1小时。他留在我脑海里一整天。由于他是如此的栩栩如生，可以画成一系列了不起的画作。他显然表达了我对我们状况的恐惧。而在梦中，我结果是在旧的工厂的厂房里迷了路。车子也不见了，我赤裸裸地对着一个女孩说：“我迷路了。”她可能是位护士，坐在一间洞穴似的、空洞洞的锈红色的旧房间里。我甚至发现自己在探索埃尔梅拉的垃圾场，只不过那个景致看来像是火山似的，有它自己的美，堆满了灰色的细灰，几乎像是月球的表面。这是罗的梦真给他赛斯给他简单的评价一下好，我们看下一节。1984年3月19日，星期一下午4点21分。昨天真很沮丧。当我到330病房的时候，他又是那个样子很沮丧的样子。在午餐前，他流了泪。昨晚他打过电话，我告诉他，今天早上我会跟玛丽·纽曼谈谈，提高我们的保险范围，并打给我们的验光师吉姆·贝克。真希望他能给他新的眼镜，改善他的视力，而这会对他的心情有帮助。到上课的时，他仍然不开心，
但他的赛斯之声却比平常更有力。现在我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这是赛斯说。他们说赛斯午安，我们将继续口授以下的课程，鲁伯尤其要谨记在心啊，热切的说啊。这是下面的内容了。他说每一个人都是宇宙之一个重要的有意识的部分，这是他给鲁伯说的每一个人都是宇宙重要而且是有意识的部分。每一个个人只要是活着，就以任何别人都不能的方式与宇宙及宇宙的目的切合着。只要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是只要他存在着，就是以别人不能的方式，就是只有他的方式跟这个宇宙的目的是吻合的，是契合的。换句话说，只要他活着就符合着宇宙的意义和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宇宙希望他活着，宇宙要他活着，他活着就是对宇宙有帮助，就是对宇宙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是别人都不能替代的，只有他对宇宙有独特的存在的意义只是活着就行了每个人的存在都将自己的涟漪扩散过时间每个人的存在都将自己的涟漪就是自己的影响扩散过时间就是超越了时间的存在。什么意思？就是可以达到永恒的状态就是从宇宙诞生前一直到宇宙结束以后你的对宇宙的影响都将存在。宇宙在自己每一个可以想象的点都是有意识的宇宙在你能想到的任何一个点都是有意识的。每一个可想象的点，就是只要你能想出一点来想象中的只要你能想出有这么一点，它都是有意识的也就是宇宙的每一点都有意识每个存在都是宇宙一个个别化的片段每一个存在都是宇宙一个个别化片段的个别化的片段。换句话说，宇宙就是由你这个片段组成的，宇宙是由无数个像你这样的片段组成的，少了你，宇宙就少了一块。如果说宇宙是个整体的话，少了你，这个宇宙就不完整了。你就是宇宙中的一个片段你就是这么伟大，就是这么独特。那么以人类的说法这以上是从宇宙的说法，我们用人类的说法换一个角度来说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是被挚爱的个人，以无限的关怀和爱所形成你是由无限的关爱和爱所最后形成的，你被赠予了与任何人都不同的天赋换成人类的说法就是这样你是由什么组成的？你是由爱你是由无限的关怀和无限的爱所组成的。记住，组成你的成分是什么？就是这个。你为什么会爱？你为什么可以爱？你为什么能够成为爱？你为什么能够传播爱？就是因为你本身就是由爱所组成的。你的生命就是由爱和无限的关怀组成的，而且还被赠予了跟任何人都不同的天赋。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独一无二的。很显然没有一个动物认为他自己是个失败者，可是人们却往往与他们自己的仿佛的错误认同，忘记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能力，在别的方向上的能力，因此他们看来似乎是宇宙里或者世界里不适合的人。动物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但是人会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个宇宙，来错了地方，或者宇宙不需要他，或者是这个宇宙中多余的那个人。当很多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自己是宇宙中多余的那个，是不需要的那个是没用的那个人是一个失败者。他说没有任何人是这样的就像动物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失败者一样，每个人也不是但是人们往往在自己的错误的这个方向上所引导，他只看到了自己的缺点，
他在其他的自己的天赋上，在其他的方向上的能力，这种独一无二性，他看不见。意识心啊，的确可以有这种想法。他说意识心会有这种想法，因为他尝试想靠他自己来解决所有的问题，直到他开始感到害怕，负担过重，并且在他自己的眼里形成一个失败者，成了一个失败者。它原因是什么？是你的意识心总想自己来扛这所有的问题，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不敢把自己交付给宇宙，他不敢撒手，他不敢放手，他不敢像老子说的那种无为而无不为，他什么事情都想去为，可是他的为又是有限的，又无法解决很多问题，这时候他就生出害怕他有更大的负担，他觉得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然后他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而这些问题根本无需解决，只要他放手，他交付给宇宙，宇宙就会照顾得好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敢放手，不敢撒手，但他自己又解决不了赛斯就告诉他，这是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失败的一个原因。不过内在的自己却永远和其源头身份认同，内在自己他不会这么干的这是你的外在的自己我经常会有的这种想法。内在的自己他自视为宇宙的一个被挚爱的个别化的部分，他对是其传承的宇宙大爱是有觉察的。这句话很重要你的内在的这个内我，他对他自己是宇宙大爱的传承你的内我永远是有觉察的，他知道，他认可，他相信，他能感受到，他就是宇宙大爱的一个延续，一个传承，他也是宇宙大爱的一部分，也是宇宙大爱的一个体现一个实现。你的内我永远都知道这个，他也觉察组成它存在的布料本身之无限的力量和力气他的意思就是他知道组成它的这些材料它本身有无限的能量和无限的力气借由使外在的自我觉察到这个事实如果你的内在的自我可以让外在的自我感觉到或者觉察到这些事实，他也能开始感觉一种加快的支持与滋润感就是如果内在的自我能把自己从宇宙源头就是组成它的那个部分跟宇宙的源头的部分是一样的它有无限的力量和力气。如果自己的内我能够把这个传递给外在的自己的话，外在的自己就会升起更快的会加快它的支持感和滋润感，就是被宇宙的支持被宇宙所滋润，被宇宙所眷顾，被宇宙所护持，被宇宙所恩宠被宇宙所挚爱，你的外我就也能感受到。你的内在不需要它永远都能感受到，需要感受的是你的外在，就是你的小我的部分或者你的自我的部分需要感受到这一点。那种知识就来自于内在的这种恩宠护持能让他放松放下因此他能感觉其生命被支撑和安全的，而知道自己的确是宇宙之一个被挚爱的孩子，同时既古老又年轻，有着一个远超过时间历史的身份他说当你的外我或者你的自我部分意识到你的内我的感受，或者他能够感觉到一部分内我的感受的时候，他就开始放松和放下了，因此他就能感觉到其生命被支持是安全的他也就知道自己是一个被宇宙挚爱的孩子，而且是既古老又年轻。古老是因为它永恒的存在，它在宇宙诞生之初甚至宇宙诞生之前它就存在了。说它年轻，它每一刻都是新的，每一刻每一秒都是新的，所以说它是既古老又年轻的。然后它还有一个远超越时间历史的身份，也就是它有一个永恒的身份超越所有时间的身份，就是永恒的身份。那么每一个人都记住这宇宙性的联盟，他说希望每一个人都记住这种宇宙性的联盟
就是你跟宇宙是一体的，是极其重要的。他说你永远要记住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往往允许内在自我经由种种不同的层面送出力量和爱的必要信息，显示为灵感、梦或单纯的情感的爆冷。这里面他写错了应该是爆发或者是爆什么这个字可能他打错了也就是说，你的如果能够永远记住你是宇宙的一部分你是极其重要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简单的提醒，就可以允许你的自我经由各种种不同的面向或者层面，在不同的层面上送出力量，送出爱送出去然后它对外显示出什么？就是像你会有一些灵感，有一些梦，或者单纯的一种情感的爆发这些都是内我对爱对外送出爱的一种表现内在自我从宇宙的意识，就是你的内在自我从宇宙的意识汲取即可而持续的支持你的内我永远跟宇宙连接在一起，它永远获得宇宙的时时刻刻的支持持续和永久的。而外在自我越是将这个事实谨记在心，他自己的稳定、安全与自尊感就越强。也就是说，你的外在的自我越认同这一点，你就越稳定、越安全和越有自尊感。所以说，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这一点他说，对好的健康不利的一个态度，就是自我谴责或者不喜欢自己。对你健康最不利的就是自我谴责或者不喜欢自己很不幸的，这种态度有时会被父母、学校或者宗教所促进他们会经常告诉你你自己哪里做的不好，让你经常自责、自省自我评判，说这个都不对的有时候父母、学校和宗教也会这样，让你生成很强的愧疚感和自我评判自我批评。自我价值、自尊以及满意自己能力的这种感觉，它会促进幸福、健康和蓬勃生机的感觉。他说反过来说你记住这几条，反过来说是什么？看自我价值就肯定自我的存在的价值。前面他一直说了，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你的价值是不需要毋庸置疑的，不需要你做什么，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有价值的。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价值完成这就是宇宙的本身的意义。这也是老子为什么反复告诉你要可以无为而无不为。你无为其实就是你的价值的体现。很多人认为自己要一定做出什么成就来才有价值，比如说一定要照顾好家人，养家糊口，挣到足够的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爱的人，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才是有价值的。不需要，也没有必要。你单单的存在，你活着就是一种价值，而且是最大的那个价值。很多人说不相信我说的，那我们反过来说一点，你即便挣到了钱，你如果死了，你不存在了我们说这个物质生命不存在了，那你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里？请问问你的家人，他们希望你更有钱，还是希望你活着？所以说，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再清楚和简单不过的道理，我们却忽视它，却不承认它。换句话说，你的存在胜过一切的一切所以说你的存在即是价值时刻提醒这一点这对你的健康和幸福都有利第二个，自尊永远不要贬低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个失败者。你永远不是失败者，你永远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你的品质跟宇宙是一样的
啊，你跟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些所有的存在都是一样的，你是同质同源的一个存在体。啊，这也是佛祖经常说的，你都有如来本性啊，都有佛祖的本性，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自尊以及满意自己的能力啊，满意自己，对自己很满意啊，非常满意自己啊，英文叫 satisfy 啊，满意自己这种能力啊，满意自己的已经有的这些能力啊的这种感觉，它会促进幸福、健康和蓬勃生机感觉，也就它对你的健康、对你的幸福、对你的生命力都是非常有益的。反过来啊，会对你的健康不利的啊，对你的生命也是不利的。所以这一段话啊，就整个赛斯的这一节，我希望你们都能反复读一读啊，你可以把它录成音频，没事听一听啊。这一段话啊，它非常有力量，而且非常的时时刻刻可以提醒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一些处在低谷中的，或者在生命中健康出现问题的人啊，要更应该经常听这段话。然后他说口授就结束了啊，在4点45分，他说每天读一次这些内容给鲁伯听，连着读几天，而他也会对你有帮助啊，对罗也有帮助啊。罗说是的，这一节本身该清除掉鲁伯的一些困难，而增加他的快乐啊。鲁伯这2天情绪非常低落啊，赛斯赶紧出来啊，给他平衡一下啊。在4点46分，到了这替真翻身的时间。晚餐后，我读此节给他听啊，你看他果然说到做到，立刻给他读。9点20分，当我正结束此节的打字的时候，真在卡拉的帮助下打电话过来了啊。来，我们看下一节啊，所以上一节很重要啊。我希望如果你们能把它抄下来啊，最好手抄一遍，效果会更好啊。自己朗读一遍，效果更好啊。如果这些你都懒得做，那你就听我解读的这一段，你反复听也有帮助啊。1984年3月20日，星期二下午4点25分啊，这是下一节。真今天似乎觉得多少好些了，而他描写他现在的试图看世界的大体的方式，尤其是他自己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态度大有进步，他的眼睛看起来也较好。他试着读昨天的课，但是只读到了第1页的一半，所以我要读全部给他听。这是非常棒的一节课，而就如赛斯建议的，我至少要读几天给他听。然后赛斯就来了啊，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然后他说，赛斯午安，我们将继续口授啊。他说，宇宙积极的爱他自己以及他所有的部分，记住，宇宙爱他自己啊，他从来不会不爱自己，而且爱他自己的所有部分。你就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宇宙也爱你。世界爱他自己及他所有的部分啊，这2句话一定记住啊，记住，一定记住啊，这2句话，宇宙爱他自己及他所有的部分，世界爱他自己及他所有的部分。说能量是中立或冷淡的是不对的，能量是积极的、正面的啊，记住，并是被几乎可称为对自己及其特性的一个即刻的欢喜所推进的啊。他说能量不是中性的，不是冷淡的，能量是积极的、正面的，记住这一点啊，不是像你想的能量是中性的、冷淡的，不是的，它是积极正面的啊，这一点你要有个正确的认知，并是被几乎可以称为对他自己及其特性的一个即刻的欢喜所推进的，它是永远被推进的永远在进步的永远在行动当中，永远去创造，永远往前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正向的。不管所有相反的观念，能量在其基础上的确是爱他说不管你怎么看
你怎么持相反的观点？能量在它的基础上啊，在它的本质上，它就是爱的。这一点一定记住，能量的本质是正面积极，能量的本质是爱。为什么说能量的本质是爱？因为宇宙爱它自己及所有的部分，世界爱它自己及所有的部分。所以说世界和宇宙都是由能量组成的，所以说能量爱它自己及能量的每一个部分，包括你自己在内。所以说这个宇宙就本质上来说就是由爱组成的啊，我们用人的话来理解它啊，它也是由高度充电的意识组成的啊，这个本身啊，它是由高度充电的意识组成的啊，就这个宇宙的基础啊，都是这个，那是几乎以一种跳蛙式的方式在运作啊，是高度充电的意识，就是活跃的意识，不是死气沉沉的意识。它为什么叫高度充电？就这个意识是很活跃的啊，像跳蛙一样的在运作。而这种宇宙的活跃啊，我们称之活泼泼的，称之为活泼泼的啊。所以说你的意识本身就是活跃的啊，它带着活力与生命之了不起的爆发啊，它自带活力和生命之了不起的爆发。说为什么人天生就有这个活力，就有这个爆发性，就是它永远是这样子啊，它内在的活力啊，内在的爆发性，那个伟大啊，那个最伟大的创造力，那为所有物质之源的力量，并不是有一次在每个遥远的过去突然出现，点燃你们实相的诞生，赋予它一个能量，而那个能量随之只能用完或者消散。正好相反，历久恒新的处女能量，可以这么说，不断的被创造出来，而出现在你们宇宙系统内的每个可以想象的点。他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宇宙不是像你们想的在到大爆炸的那一点啊，在那个起点上啊，或者是我们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点上爆发出来的能量，所有的能量都在那一点上爆发，然后以后只能慢慢的消散、耗散和用完，最后宇宙归于死寂。这是现代科学的观点。首先，这个观点是根本上是错误的啊。这是目前科学一部分科学家非常拙劣的，或者是非常幼稚的啊，用非常机械式的宇宙观来看待这个世界。什么叫机械式的？他把宇宙当成一部机器来看待啊，用牛顿的这些能量守恒定律来看待宇宙。首先，这个宇宙能量就是不守恒的，因为你从第一点的宇宙能量怎么来的，你就解释不清楚。你从第一点就承认宇宙不守恒，能量不守恒，然后你却非要说能量守恒啊，自己打自己的脸，这是非常可笑的。而宇宙并不是从那一个点上爆炸而成的，宇宙是在每一个点上爆炸而成的。如果说大爆炸理论有哪一点是正确的，只能说他说准了一点，宇宙确实是像爆炸一样产生，但不是从一个点上爆炸，是从宇宙的每一个点上爆炸产生。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宇宙怎么诞生的，就像你的思想和念头怎么诞生是一样的。你的思想和念头，它的那种爆炸性啊，它不占有空间和不占有时间的那种爆炸性，就是这个宇宙诞生的那个爆炸性，它俩是一模一样的啊，是可以做一个比喻的和类比的。所以说宇宙就在每一点上去爆炸，就像你的思维、你的思想在你的脑海的每一点都在爆炸，都在爆发啊，可以延绵不绝的无限的延续下去啊，每一点都可以生成一个新的宇宙，每一点都可以生成一个新的世界。所以说这就是佛教说的一念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意思啊，一念都可以生成一个世界，就是这一念的爆发就相当于宇宙的爆炸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每一点上啊都是在爆炸的，每一点上都是在膨胀的，每一点上都是在创造的，每一点都是在爱的护持下的。因为只要有能量，就是在爱的护持啊，爱的恩宠。所以说宇宙的能量是无穷无尽的，它是历久恒新的
啊，这是宇宙的能量啊，历久恒新的，像处女的能量一样。什么叫处女？就是新能量，崭新的能量啊，它是一个历久，就是永恒，但是又是恒新啊，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一个词，在这里头得到了统一。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时间的概念，它超越了时间。如果你用人类的角度来说，它是历久的；那用从能量的本质上来说，它是永远都是新的，因为它超越了时间，没有时间的概念，它永远都是新能量。啊，他说可以这么说，不断的被创造出来啊，你们宇宙中每一个可以想象的点，都是这么创造出来的。所以说以后记住，大爆炸理论的核心不是从某一点爆炸，是从宇宙的每一个点爆炸。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生成一个新的宇宙啊，任何一个点都在爆炸。宇宙就是这么诞生的啊。每一朵在春天的新玫瑰，事实上都是一朵新玫瑰啊，崭新的玫瑰，由崭新而独特的能量组成。彻底的是他自己，无瑕的活在世界里。这句话非常的美啊，非常的美，一定记住。每一朵在春天里的玫瑰，新玫瑰，每一年春天都会开新玫瑰，都是一朵新的崭新的玫瑰，不是去年的玫瑰啊，在去年的玫瑰的基础上长出来的，都是今年的，就是今年的，就是新玫瑰。这句话看起来是个废话，其实不是啊。它是由崭新而独特的能量组成的，因为组成它的能量是全新的，它彻底就是它自己啊，它只是它自己，它不是去年的玫瑰，也不是这个玫瑰花这株玫瑰上的一个去年的一个延续，它就是今年的崭新的它自己，而且是无瑕的，就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无缺的活在这个世界里。他用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其实想比喻我们人类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类都是全新的，而且是由独特的能量组成的。它是彻底，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完美无缺的。所以说永远都不要贬低自己，批评自己啊，永远都不要，因为你是一个无瑕的存在啊，无瑕的存在，记住这里头完美无瑕的存在。以最深的说法，虽然每个身体都有一个历史，在身体存在的每一个片刻也都是新的啊。虽然你的身体每一个都是像是从旧的，从诞生开始有历史啊，每一刻也都是全新的，它都是无瑕而独特的。就是你不要老说身体从旧的身体过来，从以前怎么过来，什么以前有什么病，这都不重要。你的身体的每一刻都是全新的，都是完美的，都是独特的。每一刻，记住，每一刻，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全新的，都是独特的，都是无瑕完美的。它是新鲜的出现在世界里的。你的身体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更新的啊，也就是说每一刻都是一个全新的你，有一个全新的身体出现在这个世界里，不是像你想的带着旧有的伤痛、旧有的病痛就无法改变。只要你当下这一刻改变，就有一个全新的你出现。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癌症瞬间就好了的原因，因为这个全新的你已经跟过去没有任何关系。你永远不要带着历史的旧有的机械式的世界观来看待这个世界。按照机械式的世界观，有一个旧有的你的身体，你需要把这个旧的身体变成好的身体，把生病的身体变成没有病的身体，把身体的病痛要去掉。而你不知道的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是每一刻你都产生一个新的身体，而这个身体的到底是怎么样，完全是由你的意识决定的啊。他说虽然在世界里的确是有痛苦啊，赛斯说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个世界里的确是有痛苦的存在，但是推进你生命本身的却是奇迹似的快乐的原理。他说生命世界里确实有痛苦存在，但是推进你生命的身体啊，或者你生命的本身的它的底层的逻辑是什么？它的底层的原理、底层的逻辑却是快乐的，
却是幸福的啊。就是你看似你的生命中会有一些痛苦的存在，但本质上推进你生命进程的是快乐原理。它这里边叫 principle of pleasure。pleasure 就是喜悦的、快乐的啊 ，principle 就是原理的意思啊。快乐原理是你生命的底色啊。然后他说口授结束啊，他说当你读完这个资料的时候，你该发现，在这个资料里实际上有好几个新的转折啊。现在我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啊。对，他说新的转折的意思是告诉你，如果你认同或者是你能理解他这个资料里的内容，你就永远都能明白啊，你的每一刻都是在崭新被创造的，你每一刻都是新的。所以说不要对旧有的身体有任何的担心，说我怎么才能好啊，我是不是要把旧的变成好的呀？不需要，你不要管那个旧的东西，你不要想旧的怎么变好，你永远想新的好的东西啊，因为它每一刻都在被创造。好，赛斯啊，他说赛斯午安，然后到4点41分啊，这个就结束了。说在这个资料里的确有新的转折，其中有一些我真的无法述诸于语言，但我注明赛斯具有创意的礼物还没有穷尽呢。对，他无法述诸语言啊，新的转折。我也该注明，今天经过一番挣扎，我将一个长着长长的蜀葵和鸢尾花的大花瓶带进了330病房。这个美不胜收的花是一位荷兰的读者啊，用快递啊，国际快递送给他的啊，一大把花的一部分。昨天下午，当我在医院的时候，邻居约翰·本巴洛带他收了那个包裹，而当他看到我开车进入车库的时候，就马上拿过来给我。那个包裹里有这么多的花，以至于我最后将它们分别插在我从家里找到的3个花瓶里。明天我要拿另一个去给珍，这一次我们要换成郁金香了。那这一节呢，是1984年3月21日星期三下午4点15分开始的。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没有打电话来，今天他感觉好一些。我告诉他，在去330病房的路上，我已经将1200美元存入到他的医院支出账户。我们对读者们的捐助非常的感激。他吃了一顿非常好的午餐之后，他比平日多啊，比多日来所能做的好得多的方式读了昨天以及前天的课。他戴了眼镜，以一种强而有力的声音读着。然后赛斯就过来了，他说再次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下午。他们说赛斯午安。他说接着说啊，他说的还是这种啊这个课的内容。他说那些物质生活比一些更完美的灵性存在要低下啊，对整体的物质存在非常不公正的他说那些物质生活比一些更完美的灵性存在更低下的人对整体物质存在是非常不公正的。很多人都这种认为他更想过那种灵性的生活，或者这个什么飞仙呐、修仙呐他更愿意做那种非物质的存在他觉得灵性的存在才是高级的，这种肉体的存在、物质的存在是低等的物质生活处处都充满了为其源头的宇宙能量。我们的物质生活到处都充满了是其源头的宇宙能量，就我们都是宇宙的能量是一样的因此它几乎不可能比它自己的组合要低下。它怎么可能比自己的源头组成的整个宇宙更低下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物质生活也是宇宙的一部分的，它们的品质都是宇宙的源头组成的，都是由同样的能量组成的，那它怎么会比这个宇宙本身更低下呢？它们是同一种物质或者是同一种能量，或者同一种品质再一次的，肉体的实相是存在的一个灿烂的片段，肉体也是存在的一个灿烂片段它不能比存在来的低下。对就肉体作为物质肉身的存在
是存在的一个灿烂片段，是整个实相存在的一个片段，就我们的肉身也是宇宙的一个片段呀。那它怎么会比这个存在本身更低下呢？换句话说，这个存在是由无数个像我们这样的人组成的，那我们怎么能说其中组成这个存在的一部分就比这个存在本身更低下呢？这明显的不符合呀。由于你们是如此常由一个极为狭隘的信念系统去看你们的世界，以至于常常误读了世俗生活的含义就是如此。就我们对世俗生活，就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误解它了，我们觉得它不够高级，觉得它低下，我们更想过更高级的灵性的生活我们觉得这个我们的肉身也不够高级我们更高级的那个存在，我们的灵魂才更好。其实这全是误解这种信念会限制你的理解，直到物质生活往往仿佛包含了在意识的每一个层面的一个狂乱的挣扎这种概念显然不会加强安全、健康和幸福感，而它们扭曲了你对物质环境的本质的理解。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以上这种信念就觉得这个世俗生活更低级的这种理解，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物质生活包含了某种意识层面的一个狂乱的挣扎你会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上升到更高一级的一个必经之过程，而且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是狂乱的挣扎吗？意识要从这里挣扎出去，要去到一个更高级的地方，这是你的认为。他这样的一种认为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安全感会让你更不健康，会让你更没有幸福感因为他们扭曲了你对物质本质的物质环境这个本质的理解。那么物质环境到底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物质环境并非什么与你自己分开的东西，它不是跟我们分开的，它是由你们来控制它不是说是分开的，由我们控制的这个观点都是错的。什么人定胜天呀人要控制这个环境人要管理这个环境等等都是不对的正好相反的是，你和环境常常逃过你注意的方式就你们和环境以常常逃过你们注意的方式，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加强，以及互相巩固彼此。说你跟环境之间是互相加强、巩固彼此的，但是呢，这种方式经常逃过了你的注意，你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环境的所有部分，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的所有部分，都包含他们自己的那种意识哪种意识？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跟我们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持、巩固彼此的关系他们觉知自己在世界的身体里的角色你的环境知道他们自己，就环境本身在整个世界，在这个宇宙中的角色，他们和宇宙之间也是相互支持相互加强互相巩固的关系，和我们也是一样。可以这样说，而他们不只觉知到自己的状况，却也觉知到他们和世界所有其他部分的关系。他说这些环境本身不仅知道自己在世界、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关系，他也知道其他部分在宇宙中的关系，在宇宙中的位置。换言之，他们增益了世界的健康就是这个环境，它指的是增益了世界的健康，而你们自己的活力以及你们环境的活力是处处相连的环境增益了整个世界的健康而我们跟世界跟环境之间是处处相连的。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增益的，我们的环境永远是增益于我们健康的。这一点他想说的是这个，就永远不要认为环境是一个外在的，它跟我们是一体的
是相互连接的，是处处连接的。我们的身体的每一点都跟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和连接，而这个环境在每一点上都是支持我们的、护持我们的，是有益于我们健康的。所以说我们在自然中没有任何的必要担心和恐惧大自然会伤害我们，或者是这个世界或我们的环境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不要有任何这样的担心。他是想告诉你的是我们之间，我们增益了环境，环境也增益了我们。环境在巩固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在巩固这个环境，因为我们也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延伸它俩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这个在我们的中医里头很早就是这样的一个认知中医非常强调人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中医的医生每次看病一定要到病人家里去要看他生活的环境而且他对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建立在人和自然的平衡之中他说口授结束4点33分，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而再次的，我加快了那些对健康和活力如此重要的坐标。在4点34分，真说我觉得那个有点慢。是没错，我说赛斯曾停顿很多次他说有点慢的意思就是中间多次停顿既然他的步调这么慢，我对他如此快的结束此节有点惊讶真也一样，就他中间停顿很多次然后突然就结束了，他俩都觉得很奇怪好了，关于这一部分结束了，而这一章的内容也就结束了整个第3章非常的重要他一改了第2章的那种这个一次只讲一点他每一节都会讲一个主题了，而他们讲的主题基本上是一个主题所以说他前面第一部分讲的是那个就想死的那些人，或者是挑战那些铤而走险的那些人。他第2部分讲的就是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也是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自己和宇宙的关系他中间讲了宇宙的诞生他讲了很多其中核心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宇宙的本身就是在爱当中而且是由爱组成的，我们也是由爱组成的，我们的能量永远是积极正向的，这是他想传递过来的思想。所以说这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的阅读，尤其是身体有一些疾病，或者是对自己一直有这种批评或者是自我否认的这种人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仔细的读一下最近这1-2节。好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最后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有神奇而美好的一天。